那这些人后来就是以前吵过架的，后来都有和解，全和了，只有周星驰没有，很难跟他做朋友的，没有必要。他也不出来社交，对吧？对呀，何必呢？也见不到。黄金混迹香港影坛几十年，合作过无数艺人导演，这辈子结下的过节数不胜数。但无论多大的矛盾，时隔多年，他都能释怀和解。唯独周星驰是他始终无法走进、做不了朋友的唯一艺人。也正因为王晶这句评价，很多人一直疑惑，为什么半个娱乐圈的大佬都和周星驰合不来？今天咱们就顺着时间线，把这些年所有的恩怨始末、真实采访和背后真相一次性讲清楚。最早传出不和，也是最早给周星驰贴上负面标签的人，就是他的恩师李修贤。当年是李修贤发掘了默默无闻的周星驰，让他从一个龙套真正变成一个演员。係第一個簽咗約拍第二部戲，我已經唔想拍呢個人，我覺得係個人嗰個即係交朋接走個風度，佢可能有一種心態就人哋會揾佢白，佢好去閂埋個門。呢頭同你講嘢咧，其實個腦諗緊第二樣，佢諗緊第二部點樣樣，必要啊，説得太咩？他拍他的戲很棒，除了他一樣拍他的戲棒，他什麼都是垃圾，就這樣子。我要講他，嘿嘿，完蛋，不要講啊！28還有2分鐘，2分鐘我講《喋血雙雄》給你們聽聽。有5000人在線，我再講給你們聽聽。在大概1988年的時候呢，我們萬能公司啊，跟這個新藝城公司，其實呢是同一個老闆。我們背後的老闆呢，就是香港的九龍巴士公司1933，因為他們需要很多電影，像以前邵氏一樣，他們有很多戲院，他們旗下租回來的，包括自己的物業和戲院，大概有30多家。就在九龍香港這個地方有幾十家戲院，那當時上片呢要大陣容，就變了雙線上映。什麼雙線呢？就把人家其他的戲院拉在一塊，就變了雙線戲院上片，弄起來有40-50家。一塊上這個大片，就要從1個星期就把這些票房先撈回來。那我們是同一個老闆，就其實發行那邊就跟我們講，要吳宇森拍一部周潤發跟我。叫林嶺東也要我們拍，我們2個拍，但很好玩。就是吳宇森是我們的大師哥，我們在邵氏1970年代，他就跟張徹做副導演，他那個時候頭髮是那麼長，他有個化名叫做法國佬。啊，那當時張徹呢，每一部戲呢，他有5-6個副導演，包括吳馬，還有太保，啊，還有一個叫王自強，還有吳宇森的親弟弟，啊，這5-6個副導演呢，大家負責不一樣的工作，啊，所以在片場拍戲都非常的順利。當時我們比如說是8點鐘通告，我們這個老師傅啊，不過12點都不到現場，所以呢，黎龍、江大衛有他們的戲，他們一早就知道導演今天會
哪时候到现场？啊，哪时候到现场？这番话流传了几十年，让很多人觉得周星驰红了就忘本，但真实情况很简单，周星驰大火之后，只是合约到期选择正常解约独立发展，不想再被长期低价捆绑拍戏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职业选择，让他背负了数十年忘恩负义的骂名。继李修贤之后，功夫巨星洪金寶也被問及過對周星馳的看法。即係你評價周星馳咧，你睇唔睇佢啲戲㗎？我睇啲，但係人我就冇得評價嘅。唔想評價，唔想，係唔係唔想，係好唔想。这番表态态度暧昧，也让外界的猜测越来越多。两人过往合作并不愉快，私下也少有交集。这番不愿点评的回应，也成了众人热议的话题。在所有恩怨里，当年声势浩大的道州风波以及向太夫妇和周星驰的纠葛是流传最广、影响最深的一段。双方结束合作后，矛盾渐起，后来有周星驰粉丝写下长篇言论指责向华强：太没良心了！你从几万块拍我们的戏，拍到我1500万一部戏，拿我的片酬，你可以叫你的粉丝乱写文章去污蔑我老公的话，而且是整个电影圈都知道，整个香港传媒都知道，他就躲起来。躲着香港传媒，他如果说出来澄清一下，说这个文章不是我叫人写的，我都相信。之前跟我们借钱不还，我们怎么捧红你，我都不会提。这场风波也慢慢演变成了声势不小的道州活动。这场纷争持续发酵，两边舆论拉扯了10几年，外界也普遍认为双方早已彻底交恶，但事实却出人意料。近些年，向太亲自在社交平台点赞了网友，夸赞唐伯虎点秋香经典好看的评论，不难看出昔日的工作分歧与舆论纷争，两位当事人早就翻篇释怀。除此之外，少林足球爆火之后，投资方老板林晓明也曾公开批评过周星驰，说他太自私，把利益看得太重，做生意没人跟他合得来。外人听了都觉得他为人自私，不讲情义，但背后本质只是影视行业最常见的票房分成账目纠纷，普通的商业合作矛盾被刻意放大，最后变成了周星驰的人品黑点。恩师前被投资方接连传出不和，这么多年所有人都盯着这些争议指责他，几乎没人愿意站出来替他说话，直到刘镇伟的一番采访才道出了最真实的真相。周星驰是没问题的，他本身是一个很小讲话的人，我知道很害羞，但是我个人来说呢，我觉得你们都想一想，这么多年都是很多人骂他，但是他从来没出来骂过人的。这句话说透了周星驰30年的处境。王晶不认可他，他不解释；李修贤说他也不辩解；洪金宝态度模糊，他不吭声。向太这边风波闹得满城风雨，他依旧全程沉默，从不回怼任何人。曾经有记者问过周星驰，这么多人误解你，你为什么从不澄清？他只是淡淡回应娱乐圈的是非，没必要较真，我只想拍好我的电影。网上一直有人吐槽他抠门不懂人情世故，明星之间随礼动辄几十万，他只随8000，常年被调侃铁公鸡。可没人看见他私下的善良，汶川地震匿名捐款3000万，默默捐建上百所山区希望小学，自掏腰包救助白血病患儿，甚至主动捐献骨髓。所有公益善事从不炒作，不立人设，不上热搜。看懂这些就会明白，不是周星驰人品差，是他压根融不进娱乐圈的人情世故。别人拍戏为了赚钱，收工应酬抱团，经营人脉资源，他一辈子不应酬，不赴局，不搞圈子，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死磕电影，打磨作品。他性格执拗，拍戏较真，合作不好磨合，这些我们都不喜。但性格孤僻绝对不等于人品不好。戏里他用尽半生演技，演进底层小人物的心酸无奈，治愈了几代人的青春。戏外他被整个圈子误解诋毁30年，却依旧温柔赤诚，默默善良。如今63岁的周星驰早已功成名就，他有无数次机会站出来澄清反击洗白自己，但他从来没有，因为他始终明白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是暂时的，唯有流传千古的作品才是一个演员最大的底气。不圆滑，不世故，不辩解，不抱团，被误解一生却温柔了一代人，这就是周星驰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見50豪傑墓，無花無酒鋤作田。询问区说说你心里的星爷到底是什么样子？